特朗普身体出现问题，美国政府或将迎来动荡。普京执政25年，却因俄乌战争一败涂地，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接着往下看。白宫承认特朗普身体出了问题，背后是否还隐藏了更严重的隐患？美国白宫方面日前宣布，特朗普近日小腿出现肿胀，右手出现淤伤，经诊断患有一种静脉疾病。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对特朗普腿部的检查显示，他患有慢性静脉功能不全，这是一种常见疾病，在70岁以上人群中很普遍。至于手部的淤伤，则是特朗普握手过多造成的。莱维特还强调，没有发现特朗普患有其他严重疾病的迹象，他也没有因为病情而感到不适。今年79岁的特朗普虽然有一流的医疗团队保障，但人到了这个年龄，身体出现一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比如认知能力下滑。去年特朗普在竞选演讲中多次混淆人名，比如将党内对手尼基·黑利称为南希·佩洛西，此外还有大量言语混乱的情况。今年4月，白宫曾宣布特朗普在一场认知测试中获得了满分，但该结果遭到了外界大量质疑。再比如健忘的问题，不久前在回答是否要解雇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问题时，特朗普似乎就忘了鲍威尔就是他当年任命的，并指责拜登错误地任命了鲍威尔。此外，特朗普还曾在公开场合试图单手拧矿泉水瓶盖失败，手部连续打滑3次，引发外界对其肢体协调性的质疑。上个月初，媒体镜头拍下了特朗普登上专机空军1号时跌跌撞撞差点绊倒的画面。4年前，拜登也曾在登上空军1号时摔倒，当时特朗普对此还猛猛地嘲讽了一番。未来3年半，预计这样的回旋镖会越来越多，而民主党也会充分利用好这一点。拜登比特朗普大3岁，也就是说，拜登当年走过的路，特朗普恐怕也要走一遍。只不过特朗普目前的情况来看，他应该不至于像拜登那样连说话都磕磕巴巴，在白宫都能走迷路。这次白宫突然宣布特朗普患有静脉疾病的消息，估计也是因为被发现了，瞒不住了，所以赶紧主动宣布，以防止相关流言进一步扩散并升级。上周，特朗普在纽约现场观看了国际足联世俱杯的比赛。本周三，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了巴林王储，2次公开场合，媒体的镜头均精准捕捉到了特朗普脚踝部位的明显肿胀。另外，手部淤青的患处也涂上了化妆品遮瑕。加上特朗普是公认的快餐爱好者，喜欢炸鸡、薯条、汉堡、可乐这些东西，而且这种习惯一直没改，所以不免让外界质疑其健康问题。这次是被媒体发现了，白宫才赶紧公布。可以推测，特朗普可能还患有其他疾病，只不过在镜头前发现不了，白宫自然也不会主动披露。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特朗普健康问题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拜登的健康问题。一旦出问题，后果会很严重。拜登的执政风格是相当团队的，很多时候他会听从幕僚团队的意见。根据一些白宫内部人士的说法，到了拜登执政后期，由于其健康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很多事情实际上已经是由内阁成员自己来做决策了，拜登只需要点头即可。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会在自动签字笔的问题上大做文章，称过去4年美国行政权力的实际掌控者并非拜登本人，而是其身边的深层政府，这并非完全空穴来风。回想一下，若拜登真的掌握整个白宫以及民主党具有一名总统该有的影响力，那么去年7月他就不可能因为党内的压力而主动宣布退选，让哈里斯草草顶上，取代自己参选。与拜登完全相反，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是相当个人化的，在很多重要的事情上，他更喜欢亲自操盘，而手底下的人只是负责执行。他提前将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赫格塞斯任命为美国国防部长，就是最典型的体现。赫格塞斯缺乏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甚至没有从政的经验。特朗普任命他当国防部长，完全就是因为他足够忠诚，能听自己的话。这种忠诚大于能力的任命，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同时避免抗命不从的现象存在。但另一方面，这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一旦特朗普本人因健康或其他问题无法履行总统的职责，那么美国整个行政系统很可能会陷入极大的混乱之中。副总统万斯显然没有特朗普那样的影响力，能够让手底下的这些政府部门乖乖听自己的话。普京领导俄罗斯25年，他所做出的一切努力也挡不住接下来的大变局。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近日发表评论文章，题为《普京平衡政策的极限》。2位研究俄罗斯的美国教授提出了他们的核心论点。过去25年来，普京在俄罗斯国内营造出了一种微妙的稳定，这种稳定支撑起俄罗斯赢下一场又一场的外交战争。但如今，这种稳定正在走向终结的边缘。普京在2000年首次担任总统后不久，
便着手整顿只手遮天的寡头势力，同时通过民生改善和经济复苏来维系不断壮大的中产群体。他精心构建了国家治理理念，融合了历史叙事与民族认同，既激发了民众的自豪感，又避免了引发社会分裂。可以说，普京的上台为俄罗斯人送上了他们最为珍视的礼物——稳定。事实上，普京政府稳定至上的国内策略自20年前已初见端倪，即在国际事务中展现强硬姿态的同时，确保国内社会免受直接冲击。2008年的俄俄冲突，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他都成功了。而2022年开始的特别军事行动，则是这一战略的集大成之作。在战争开始前，普京或许就已经设想了这样的结果：自己的个人历史地位以及俄罗斯的民族认同，将因一场军事上的胜利而得到空前的强化，从而允许他顺利选定接班人，确保俄罗斯的这艘大船平稳前行。为了避免破坏俄罗斯国内的稳定，普京希望能够速战速决。2022年3月的土耳其谈判，他几乎快做到了这一点了。然而天不随人愿，本应速通基辅的特别军事行动，却演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到2026年2月，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将与卫国战争的时间一样长。二战将苏联推上超级大国的宝座，而俄乌冲突却导致俄罗斯的国际和地区影响力持续下滑。2023年，当俄罗斯的盟友亚美尼亚将纳卡地区拱手让给阿塞拜疆时，俄罗斯反应冷淡。去年12月，俄罗斯亦未能阻止阿萨德政权的崩溃，丢掉了叙利亚。到了今年，伊朗又面临美国和以色列的双重打击，而莫斯科对此只能无奈旁观。经济层面的危机同样严峻，在西方制裁、欧洲市场流失、能源价格下跌以及军事资源过度倾斜的多重压力下，俄罗斯经济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今年前6个月，俄罗斯通胀率超过 9%， 第一季度的 GDP 增速则仅为 1.4%。在上个月举行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俄经济发展部部长希罗安诺夫直言不讳地表示，俄罗斯经济正处在衰退的边缘，而且所有这些数据都只是冰山一角。同时，外部环境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特朗普调整了对俄乌冲突的立场，他承诺通过北约向乌克兰输送先进武器，并威胁对俄加码制裁。同时，欧洲正在加大防务投入，继续支持基辅。这些事态的发展可能会扰乱普京精心维持多年的平衡。俄罗斯人不反对普京，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反对战争。理想幻灭的现役士兵和退役老兵可能是不稳定的变数。2023年6月的瓦格纳兵变无疑给普京上了一课。而另一个潜在的不稳定源头是俄罗斯的精英阶层。虽然目前这些人尚未出现公开反叛，但部分权贵阶层早已经开始试探性的表达对战争的不同看法。而为了压制潜在的政治威胁，尽快取得最终的胜利，普京政府可能会彻底放弃其稳定至上的国内策略，打破这一持续25年的平衡，加倍地向这场战争投入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资源。这几年的冲突其实早就打破了很多人的滤镜，所谓的战斗民族不过是对内唯唯诺诺，对外也无法做到重拳出击罢了。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